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里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它啊，今年应该是今年 WF 限定的这一款铁机巧失落之光补天式热破火棒限定版啊。这 WF 限去会场买的话，它还会有一个额外的配件是赠送的。咱们来看，就是它一个徽章。非常的重啊，看这个盒子保存的都非常结实。这个徽章我觉得确实做的挺不错的，很重，非常厚，很有仪式感啊，这一款。好，然后这就是本次的主体。当然我还没有搭载任何的配件啊，所有的都没有，只是单独的一个主体拿出来。相对来说啊，轻，非常轻。除了腿部能感觉到有一点重，因为它腿部应该是有核心关节比较重啊，其他地方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的。整体的这个漆面表现还可以啊，但相较于我之前把玩过的铁机巧的话呢，一些产品我觉得这一款稍微在灯光下照上来的一个效果稍微有点塑料感，会比之前一些作品稍微重。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帅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上方的头雕当然大家都知道铁机巧都是一些经过一些魔改的一个造型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魔改以后更加突出一些机械感，非常舒服。首先咱们看一下本次补天式这颗头我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它可以去替换面雕，配件里面都有整个的身形比较修长。涂装方面的话呢，除了肩膀这两块我们可以看到肩胛这里的话，塑料感在灯光下还是比较强的但胸部、腰部包括头部正面的一些漆面表现，我都觉得金属感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黑色漆面这里看上去确实塑料感稍微强了一点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部。背部当然搭载的都配件了以后效果会更加不一样可以看到整个的背部漆面表现也是跟肩膀这里一样，这一块包括下方这一块塑料感还是稍微强了一点。然后到腿部这里一样，这些涂装相较来说的话，没有这么重的金属质感。腿部这里的这个排气涂装一般。再看一下脚部都是有液压感的细节涂装，这还可以腿部的喷口稍微做了一些处理有分色，还行。手臂这里咱们来看一下轮胎的一个涂装刻画也是有。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基础的在没搭载的情况下就是一个纯素体的可动，咱们来瞧一瞧首先咱们来看看头部可动，左右实际上360度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在把玩的时候当心这些地方不要去剐蹭到。它的头跟脖子是分离的，相对来说它的可动性会比较强，但是抬头的这个幅度非常高低头也有相对的这个幅度，没什么问题。左右侧图也可以把玩当中特别要当心这两些地方，很尖锐而且非常薄的一个塑料垫侧图也是没有问题。然后看一下肩胛这里，这两块是可以去展开的，背部的话是没办法的，只有前面这两侧可以去展开。展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球形关节，外壳也是塑料的，侧面也可以去打开唯一不能打开的就是背部。咱们来看看可动。首先手臂往前倾的话应该也是有的，有个前倾的关节，内部也有一些金属涂装的一些刻画，还可以，挺丝滑。手臂360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但是捏的时候当心不要捏在外甲上外甲这一块还是比较薄的，
去动的话呢，尽量当心不要去给它弄坏。360度没什么问题，阻尼感要去很强。看我刚刚直接捏到这里就直接掉了啊！看到它是一个卡扣，这边这是一个失败的操作啊，大家把玩的时候要当心啊。还好它这个是本来就是可以拆卸的，所以问题不大。先把它拿了嘛，然后看一下手臂这里，手肘360度啊，大臂都可以旋转。抬举的话，在没有肩胛的情况下，还是幅度挺高的。这下方啊，也有一些关节暴露。手肘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哎，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非常不错。内部有一个金属液压杆的一个涂装，但是没有联动啊，这比较可惜。我们把这个也拆了，我感觉这些肩胛啊还是比较松的，拿下比较方便。可以看到侧面的话，这里的金属涂装还不错。啊，这样看上去它更加纤细啊。然后看一下胸腰部分的可动，首先来看一下啊，前腰慢一点，咱们幅度不大，只有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三吊来说还是比较小的。背后啊有一些细节涂装，咱们来看一下，哎，有涂装，往后仰啊，完全是靠腰部这里的一个可动啊，然后左右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基础的一些把玩一些动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左右倾斜啊，也有腰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活动，但不是特别大。到了中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前裙甲的话啊，是可以往前去拉伸一点的，左右裙甲也有一个上抬的幅度啊，但空间不是特别大。这两块也可以单独去往上翘起，可以看到没什么问题。我感觉这个也可以拔下来啊，给它合上。里面可以看到啊，也有一些细节涂装，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腿部的可动。首先啊，把它拉出来了以后，最大幅度的一个侧踢，我们来看一下啊，差不多到这里，只能到这里。再往上掰的话，我感觉会有一些问题啊，因为到这里非常非常紧了啊。再看一下前踢，前踢幅度还是非常高的啊，再往上抬一档都可以，而且关节非常紧。然后看一下屈膝，哎，它也是有联动的，咱们可以看到啊，从这里开始往下掰，哎，腿部这个联动就出来了啊，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顶膝的一个幅度。看一下后面的喷口，这脚部的联动还是不错，而且啊不松。往后踢，咱们来看一下，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也还行。最后来看一下脚部左右，哎，很丝滑，幅度非常大啊，前脚掌稍微有一点点可以往前往后，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腿部的一个可动，还可以。除了腰部的话，稍微差了一点啊，因为往前倾的幅度不是特别大。然后就是去浮动手臂的时候啊，咱们要当心这两个肩胛的一个脱落，整体的效果还可以。好了，接下来咱们来详细看一下它的整个的一个外包装啊。毕竟啊，很多兄弟去买新的话，非常在海鲜市场容易遇到二手冲新啊，所以包装方面咱们也得看一看。OK，咱们补天式的这一款外包装啊，就在这里了。这一个是咱们刚刚讲过的啊，限定版的这个徽章的一个外包装。
然后 WF 限定的所有的包装盒里面啊，都会有上海 WF 这几个字的。然后整个外面的牛皮纸的一个规格，还有整个重量啊，都在这里的，确实非常沉，非常沉啊，很重。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内部的主体包装。好了，内部包装，当然如果你是全新的，里面肯定是有这个传统的薄膜的一个塑封啊，但是我这个塑封应该是运输当中有点运损了，可以看到这一片已经裂开了，我靠啊！然后整个外包装依然是传统的铁击球那个风格，整体背部就是各种造型。那么直接从这里拆开啊，如果是冲新的话，一般这种包装啊，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啊，很多地方的话是一次性的，如果它重新再塑封的话，还是会有很多问题。这个二级市场之前我查了一下，好家伙，得3000多了，3380吧，好像是啊，还是非常昂贵啊。铁技巧的东西，我一直觉得在二级市场价格挺贵。好，然后从侧面磁吸的一个包装，给它打开，来看到内部的这个包装就是这个样子，还是挺帅啊，而且很沉。首先第一版，主体后面还藏了一些特效件啊，然后后方第二层一些其他的一些配件，东西是真的挺多啊，还得自己慢慢的去组装上去。最后一层就是经典时尚大地毯啊，非常占空间的一个大地毯。最后一边就是后面的一个，这是一个武器的一个特效件，产品说明书，就这么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啊，都有哪些。好了，配件啊，真的是非常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说明书，说明书还是挺厚的啊。首先正面是补天式的一个造型，还是非常帅的。然后打开这里就是它的所有的配件，可以看到啊，真的是非常多。武器方面还有另外一套装甲都是可以换上去的。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就是一些基础的可动，还有面雕的一个替换啊。替换的时候当心这一块去取下来的时候啊，小心不要去弄坏了。手臂的这个可动啊，手肘的一个可动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可惜它的全英文啊，这一页没中文啊。然后手臂的一些其他的可动，腰部可动，讲的真的非常细呀啊。这说明书确实讲的非常细，所有的可动都有。好，然后背部飞行背包的一个可动，还有延伸性啊，这里都有展示。武器配件搭载，腿部啊替换件啊，然后胸部、肩部的一些替换。好，到了这边就可以看到啊，它去换另外一身装甲，这一点可玩性会大大的提升啊，因为有2种不同的形态啊，看你怎么弄。当然，官方的寓意呢，又是双入吧，双入2个造型啊，一点点装上去，然后可以看到整个另外一个形态啊，就非常的大只，而且重量肯定会提升很多。好，然后这边就是武器配件的一些展示啊，有一些可动。好，然后到了这边啊，另外一些武器搭载啊，特效件啊，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啊，所有的武器配件都有一定的可动，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然后当然咱们这边也有一个点亮结构，眼睛这里可以点亮，肩甲也有点亮结构啊，但是我好像在里面没有看到电池啊，应该是没有，要自配我感觉啊。最后就是一个地台的一个安装方式，然后一些造型展示，最后咱们看到背部的一个样式，非常帅啊。
说明书就这么多啊。咱们如果是安装一些配件的话，还是要按照它的来啊，不然的话很容易去装错。OK，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说明书啊，因为你是有电池的，所以它会有一些哎注意事项，还有纽扣电池的一个型号。但是我在这个包装里面啊，好像是没有看到的。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一一展示一下它的一些配件。首先，我们拿到主体了以后，咱们肯定是要先安装上一些配件。我们把说明书直接叠在后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当然是要安装它手臂的这两个啊，可以看到啊，手臂这两个位置，在另外一个配件包里面。然后肩部啊也是可以去替换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手臂的这个替换啊。来看一下两边这两块啊，虽然说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可动的，左右也是有区分的，可以看到这长的啊是在前面，短的在后面。手臂这里有这个按钮扣，哎，给它拽上去，还是比较轻松的。开口正好，哎，这样给它按上去啊。然后内侧这边也有两个配件，这个我们看一下啊，这里面是没有写左右的，所以说两个随便你怎么装啊，都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塑料件啊，装的时候当心，很容易滑掉啊。正反不要弄错啊，上下别弄错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应该正反没弄啊，上下没弄错啊，左右的时候都一样。卡上去还是非常方便的。好，这样的一步，先是这一个配件就已经完成，然后背部的翅膀，咱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它有一个展开结构，内部啊也有这个金属涂装的一个细节，可动啊，阻尼感还是比较强的，有点硬啊。整个的配件不是特别的厚啊，所以把玩的时候当心，它上下呢也有一定的幅度，我这里可以折出来一点点。我们看一下背部的这个细节涂装啊，中规中矩。这翅膀比我想象当中小啊，然后在背部这里，咱们就卡上去，哎，这样卡上去了以后，可以看到啊，它的活动空间会有很多，也是可以往上抬，没什么问题。展开了以后，下方这里也有两个可动啊，稍微会看上去大一点，对吗？啊，然后我们来按照图示再来看一下这边啊，腿部的话也可以去装其他的配件，这个就是第一个形态吧，我觉得第一版形态。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展示啊，下一个展示的话，按照说明书的话就是这些配件了，我们来玩一下，看一看。首先肩甲，哎，咱们刚刚也已经拆开看过啊，这里，哎，这里先给它拆开。胸甲应该是也有替换啊，所以这里也可以去拆下来。拆下来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透明件，这应该是一个发光点位啊，可以去点亮的。我不知道这个里面电池是有没有装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先以肩甲的这里为例啊，来看一下，应该是没有装的啊。啊，先把它替换上去，给它扣上，都是卡扣形式。哎，但卡上了以后，感觉哎，这肚子好像有点大啊，不是非常的贴合，感觉。好，可以看守护上面的这个大臂甲非常大啊，左右按照图示不要去弄反了，也是一个小卡扣，给它稍微掰正一点。
然后对应这个卡槽给它扣上去，相对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啊。整个都是一个塑料件，所以重量方面的话呢还行，就轮胎这里稍微会重一点，再给它掰一下。它这一个的话，两侧就没有这个可动结构了，涂装还行。再来给它扣上。好，这样的话，手臂上方2个咱们就已经替换上去了。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边，好像还有2个啊，这2块左右也要区分一下啊，看到吗？这两边应该是这里是左，它上面没有编号啊，主要是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可动。说明书上应该是有可动啊，咱们看一下。哎哎不是可动，直接给它拆开了，好像。先给它装上。轮胎这里有个小卡扣，顶上去的时候慢一点啊，也是旋转方式，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哎，旋转上去。看上去更大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手臂的这个部分了。手臂这里先要把之前的这2个给拆下来。它应该这一个叫全武装全武装状态。然后需要换一下它其他的手臂的这个配件。首先这个手上非常大，而且有一定的可动结构，可以看到这个拉出来了以后，枪管会往里面缩，左右不要弄反了这一面是这边。咱们来看一下，转过来，这把玩起来还是有点麻烦啊。哎，可以旋转了。好，然后再把这里给拆下来。当然，这内部也是有一个零件的，再给它卡上去。手型初始的是个握拳手，比较容易掉，非常松这手型插上去还是比较方便。然后看到这里面也是需要2个配件的，咱们来看一下，就是这2个这2个是没有左右区分的，可以看到位置都一模一样。把手肘转过来，给它卡上去。这边也一样，先把它给拆了，再给它扣上去。上半身咱们就已经完成了，就是会感觉腰太细了，如果腰这里还能有一些啥的，我觉得会更好一点。现在就感觉头小腰比较细，对吧？而且装上了以后可动会稍微差一点然后咱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一个替换，首先先要把这些都给拆了，拆下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腿部的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掰的时候要当心，千万不要去弄断了小腿甲这里慢慢的去给它抠下来，看到吗？这里抠下来，侧边也得抠下来，2段，内部这里也要去抠下来，整个给它大卸8块了看到吧？抠下来。好，然后这里的小腿甲，也得给它脱下来这拆起来确实挺麻烦后边也得拆，看到卡扣在这儿，咱们当心点掰的时候当心，2块给它拆了就是稍微麻烦一点，但是我感觉在这种拆卸组装的这个细节当中可玩性会更加的舒服一点，慢慢的掰。
戴的时候要当心啊，千万不要去弄断了，因为这些塑料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的。再给它抠下来，哎呀，真费劲啊！拆下来，整个腿给它脱光了，就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去装下方的这个配件。首先来看一下，因为东西比较多啊，所以它看上去比较乱。你最好是根据它的这个图片来安装，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装反啊。首先腿甲这里的话，应该是有2个，我看一下。哎呀，脚部也是有的啊，它这个真的挺麻烦的啊。咱们因为视频的关系，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啊。我接下来把下半部分整个装完，再来展示。OK，整个的外甲拼装啊，全部已经完成了，看上去更加大颗了啊。但实际上重量方面还是这个样子啊，不是特别的沉。把它稍微展开一点啊，这样看上去更大。整体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全武装的一个状态啊，非常不错。哎，我这个腿上下应该没错吧？不管了，就这样吧。整体感觉还可以啊，而且它本来就是有挺多联动，只是你装上去了以后，它的一个可动范围啊会稍微减少一点，整体效果还是不错。一样啊，我个人觉得还是头跟腰啊，头比较小，腰太细了。如果这两边还能加一点东西的话，但这里明明有一个球形关节，这里有2个小卡扣，但是说明书上跟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说要装东西啊，所以看上去它这个腰偏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武器配件啊，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它的武器配件的。首先这2把，当然你也可以单独的双手去握持，有这个一些活动关节单独一把也可以，应该可以去握。这把也是，咱们来看一下，这2片我可以去展开握把这里没有什么可动了，金属涂装也有然后这2把按照这个口可以看啊，推进去，这个再推进去，这样的话呢就非常长了，合成一把武器。当然你这里后拖把你也可以去再往外拉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然后这一把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看上去平平无奇的一把小枪，对吧？在你把这个握把往上抬，然后从这里折叠，再加上它这个特效键，这一把巨剑展现出来了也是非常不错。它的武器配件都是个头很大，这把枪让我想到了阶梯降杀2把合在一起，效果也是非常不错。好，然后接下来我最喜欢的一把配件就是这把弓，可动性非常多造型也很帅，特别是这里的一个喷口，摸上去这里应该是一个合金的，当成这一环然后也是可以去安装一些特效件首先头部这里虽然说这个特效件看上去比较厚实不够透，对吧？也可以握持，看一下说明书上它也有详细说明。看这边，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这边两边可以去喷口，也可以折叠了以后放在手上整体的可动也是有很多大家可以一点点的去摸索去把玩，还是非常不错的。屁股后面2个特效键整个尺寸也是比较大
武器给的挺丰富。然后最后这是单独的在一个包装里面的，这是一个造型铁丝。这钩子我不知道是钩哪里的刚刚说明书也没有特别的去呈现，我们来看一下再仔细的瞄一眼。在这，咱们可以把这一把武器特效键不去装这个也行，去把这个给扣上。这有点意思这扣上以后呢，这里会有个卡扣往下拉，去卡在上面，然后当做一个发射的样式，这也是不错的，就是比较长造型百川应该是挺帅的。最后就是经典时尚大地台，非常的大可以把主体给遮掉了，而且没有过多的细节就是一件黑色的机械涂装，也没有分色。然后一个支架，可动支架，就这么一些，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二级市场的价格确实让我都觉得有点贵的离谱了确实有点贵。咱们可以后期等一下不过我印象当中，铁技巧的东西一般往下降的幅度不是特别的大刚刚咱们还漏了几个脸型，首先一个嘶牙的一个脸型，咱们镜头来看一下张嘴，最后一个邪笑，看这个表情我喜欢然后非常多的手型手型也是给的非常多。首先一对握持手，对，又是一对握持手，因为它要握持的武器配件还是挺多的这已经3对了，对吧？造型手4对也都是一个软胶。最后5对手型对非常多加上主体手上的一个握拳手的话是6对手型，非常对。OK， 差不多咱们本次的这个铁技巧的补天式，我们已经把玩到这里了我个人觉得3000多的价格，要看个人的情怀吧或者是对这个品牌的一个喜爱程度像我个人觉得还是稍微贵了一点可以的后期再看一看能不能往下降，因为好像有很多的玩家还没有发货到时候等货量到齐了，咱们再来瞧一瞧。OK，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分享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